大家好，这里是 GH，汇总一下最近更新的内容。数据来源于这个网站，大家有兴趣可以搜索。按时间顺序，小孵蛋的产量已经是最高的了，而且5格的好感度就可以抓到，比信使鸟容易多了。毫无疑问是食材蛋的首选。接下来是神兽达克莱伊，之前说过神兽都是未来虫，对应属性的宝可梦后面都会慢慢给配上的，所以目前不用围绕神兽去配对。达克莱伊的道具也不着急用。然后是黑暗鸦，黑暗鸦的主技能是食材精选，一只单帮单击率的黑暗鸦，食材和梦碎的产量一天差不多是这么多。游戏另外一类和食材相关的技能型宝可梦主要就是水翼部，但是水翼部之前说过，你要靠它的技能产食材吃饭，那得急死。但是你要靠它用技能去填包，它也没有一部分食材宠的产量高，所以基本没什么用。这次黑暗鸦限定了一部分食材，再加上一部分梦碎，算是在纯随机和单一食材宠之间的选择吧。优点是食材玩法前期起步比较快，不用抓那么多食材宠，后期冲大师20也是可以用的。另外梦碎之前我们说过，现在也是很重要的资源。黑暗鸦作为一个比较综合的宝可梦，每天梦碎产量也算是有一定强度。缺点就是比较费金种子，不太适合零氪微氪玩家。黑暗鸦和达克莱伊的组合也可以等后边慢慢出新宠之后再看。最后是分量加大料理周，而且是固定会出现的活动。有了这个活动，可以说靠吃饭冲击大师20已经是最有性价比的选择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靠吃饭冲6座岛的条件，当时 1.5 倍的食谱周活动就已经不难了，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了锅子容量、食材冲产量，那冲分就更简单了。具体玩法就是瞄准这4个料理中的其中一个，在冲分周用换岛券摇到你练的这个食谱就行。当然露营券也要用上，料理要满级，地图加成越高越好。队伍里的宝可梦不一定是食材宠，前期加上食材包，各种花钱不花钱的玩法，只要能攒够21顿饭就行。当然最重要的是东东鼠，2到4只东东鼠都可以，把每顿饭的暴击率拉到 30%到 40%，在活动周每天爆1顿基本就没问题了。至于其他的开锅，然后用尾巴或者食材券填锅之类的玩法，量力而为，并不是刚需。感谢大家观看。